嗨，这集是2021年想彻底从咸鱼翻身，想让过去一成不变、枯燥乏味的人生彻底翻转的重要大秘籍。重要大秘籍，这集真的必看哦，真的必看哦！想要成为显化大师，千万要把它看完哦，而且要把它看熟，要把它看熟，真的，这集真的非常重要哦，真的很重要，悄悄才会这么激动，这么激动，这么激动，对。那么在那之前呢，请大家先按个赞，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好了吗？好的，那我们开始吧。这集墨子要传授一个墨子独门大秘法。墨子独门大秘法。那你这个秘籍的名称叫什么呢？秘籍的名称叫做钟摆移动大法。哦，哇，好棒哦！好棒啊，这名字听起来就好像很厉害。没错，的确很厉害，超级厉害的哦。快点说。这一集我们主要是来讲，要把钟摆效应如何把它消除掉，来告诉大家这个最重要的秘籍。但是这个秘籍中还有秘籍。也就是当我告诉大家钟摆移动的秘籍的时候，同时我会不小心的带出一个显化的秘籍出来。这个就是秘籍中的秘籍，所以请各位，虽然你在听钟摆移动大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从这个里面我们会听出一个显化的秘籍出来，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钟摆移动大法，它有一个法中之法，就是秘籍中的秘籍，各位要听清楚了。这集的秘籍跟以往我们之前显化的秘籍有不一样哦，有差哦。之前比较像什么？像例如说消除扣打啊，之前像消除负面扣打这些秘籍，都是属于碰到一个不好的状态，我们马上面对它，马上消除它的一个秘籍。这个秘籍钟摆移动大法，它是会调整我们人生的轨迹的一个法，所以它不是面对面马上碰到状况我们要去处理，它是一个改变轨迹的一个方式。这样讲或许大家听起来有点模糊，继续听下去各位就会越来越清楚了。我最喜欢这个秘籍。这个秘籍真的很有用，非常有用，可以让你的格局变得更大。没错。好，那就事不宜迟，我们就来开始吧。我们讲到钟摆效应，我们已经知道钟摆效应是怎么发生了，它是碰到了我们信念上的极限，所以它就会产生一个反弹的现象。所以这个物极必反的道理，它就会一定会出现在二元性的世界里面。物极，那个物其实不是说你碰到那个事情或者东西叫做物，其实它是指你的信念到了一个极限，这个极限信念过不去的时候，就会往回反弹。所以我们要如何调动这个信念，这就是今天要说的关键。钟摆效应，有点干扰。每次讲大秘籍就这是大秘籍，所以有点干扰哦。大家真的要好好看哦。好，我们都知道钟摆效应最重要的就是钟摆它会摆荡，然后中间有一根轴心，它并不会移动。那摆到这边就是我们信念的极限，回来摆到中间的时候，就是我们认为，听好哦各位，就是我们认为最平常不过如此的状态，就是到了这边是我们信念的极限，摆到中间就是非常极为之平常的状态，然后开始往这边跑就是负面的状态。那中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极为平常，我们几乎没有感觉，会忽略掉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钟摆的中间位置，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设定好。所以现在我们比如说
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要说我们都不会碰到，如果我们碰到了我们信念的极限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信念极限呢？我现在举个例子好了，你的人生都是很平常的度过，结果突然你继承了一个5亿的遗产，哇，5亿的遗产，做梦都想到，我一辈子也没想过我会有这么多的钱。先不要开心，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信念碰到了极限，因为超过你的想象力，超过了你的信念的想法，你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你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但是它却发生了。这时候你要知道的是，你碰到了信念的极限，所以这时候你除了开心之余，你就要来做这个调整钟摆的这个秘法。哦，对，也就是你的人生，你碰到了一个极限的时候，不管它是什么，哇，这种事竟然会降临在我身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时候你就要来调整钟摆。为什么要调整？因为你不调整的时候，你会因为这个信念碰到极限而摆荡回去。那当它摆荡回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负面的状况产生。这时候就会让你觉得，明明不是很好嘛，为什么突然变成又碰到一些不好的状态？这让我想到，是不是像有一些中乐透头奖的人，没错，他们可能原本很穷，但是他们突然获得一笔巨大财富，但是过没多久，好像有很多例子都是最后他们又过回他们原来的生活啊，甚至有可能变得更糟。对，在这种例子，不管是台湾啊，或者其他地区啊，美国啊等等，都有一些很多的例子反映出来是中了乐透或者中了彩券的头彩的得主，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就过着很不堪的生活，或者甚至危害了他的健康，或者甚至死亡等等，都有这种几率出现。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不知道要调整钟摆。所以只要他知道了这个秘法，使用出来，他就不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对。那我现在就来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如何操作。首先，如果我们比如说得到了5亿的遗产的时候，我们开心之余，我们就来做以下的这个宣告。宣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极为强而有力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轨迹里面，我下一个指令，这个指令呢，就去宣告说当下如何如何。如果有写过程式的这个观众朋友啊，你就知道说，宣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我在这里做一个设定，一设定下去的时候，我的人生就照着这个方式开始生活，把轨道移到我所设定的这个轨道。所以当我们碰到钟摆效应，比如说我得到了5亿的这个遗产，那么我要如何来做这个宣告？首先，我们就要还是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那这个宇宙一切万有可以换成你认为可以代表整个宇宙的神明，不管是你信奉的是上帝啊，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或者是谁都可以。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宣告，我以观世音菩萨之名宣告，我以耶稣之名宣告，我以上帝之名宣告，都可以。随着个人自己认为最能够代表整个宇宙的那一位来宣告。宣告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极限在5亿，我们获得了5亿遗产，所以我们就宣告要超过5亿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宣告说我觉得5亿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数字，我不要宣告这样子，我要宣告比这个大，你乘以2就对了。如果是5亿，你就宣告10亿；如果是10亿，你就宣告20亿，以此类推。当然，有一些事情它不是金钱或者什么的，你就把那个事情放大来宣告就对了，放大1倍来宣告。那我可以放大好几倍吗？例如说1兆。
这样子宣告会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这样。对，你会宣告很久，你都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可是会不会有人连2倍都不相信？2倍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所以我们才要来宣告，宣告到他能够相信为止。但1兆可能就太多了。一兆就太多了，这个就他自己就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他现在已经发生了有5亿的事实，所以即使多1倍，其实对他来说是有可能。对，他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数字移到1倍的地方来宣告。我以宇宙一切万有之名来宣告，我继承10亿遗产是极为平常的事情。10亿遗产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从今以后我都这么认为，以此成就。记得要加以此成就哦。各位记得要加以此成就，代表这个宣告成立了。刚刚这一段话，各位要把它记起来。如果是你得到了5亿，你就宣告10亿，就是这样。宣告之后，然后每天没事就去宣告一次，然后直到你自己觉得你完全相信你所宣告的这个感觉。宣告完之后，你稍微静下来感受一下，感受看看10亿这个数字它给你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当这个10亿的数字变得很平常的时候，那样就可以了。但是重点是没有人给我5亿的遗产啊！我要怎么宣告？我连5亿都没有，我要怎么宣告？没有5亿很简单，我就告诉各位，什么数字会让你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比如说你中，当然遗产这件事情是不是每个人可以达到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是什么？乐透彩。所以你可以拿乐透彩来实验，就是你可以去宣告某一个数字。你比如说，如果我中了1亿乐透彩，觉得还好啊，就1亿。但是如果这一期的乐透彩是5亿或者更高的7亿，我中了，我就会觉得哇，不可思议。然后这时候你就去宣告比7亿更高1倍的数字，你就宣告14亿。你就去宣告14亿，你的宣告词就会改成遗产的部分，就会改成乐透彩，就是这样子。这个方式就是提升我们内在的那个轴心的那个点。轴心的点是什么？轴心的那个点就是认为说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平常而已。就像我走路或者捡到100块，我觉得是超平常的事情。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轴心的一个点。对，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对于轴心的点。这个方式就是改变我们对轴心的一个点。当我们认为我们得到10亿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10亿。我们认为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中是平常的，我们就会获得它。我们每个月领到5万块薪水，很平常。那有的人他的薪水很高，每个月有10万块薪水，但是我们听起来觉得说10万薪水好高，但是他自己而言，对他来说，他一定觉得说，就10万薪水而已，就这样而已啊，不就这样吗？听起来好像比别人多，但是对我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是这样而已。这个再平常不过，就是那个轴心中间的那个点。所以对他来说，可能20万是一个极限。是不是就像一般人1年的薪水，可能只是有钱人的零用钱而已？没错，每个人对钱的观念的确是相差很大。但是我问你哦，如果轴心越设越高的话，那会不会变成贪啊？就是明明你10万已经很多，100万已经很多，1000万已经很多了，你又要再把那个轴心设得更高？这完全没问题啊。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的观念一定是越来越打开，就是越来越无限。你不要去做一个限制。贪跟
观念扩大是两回事。贪的意思是说我非要得到不可，没有不行，我一定要得到它。哇，我一定要得到它。这是中邪了。我在讲魔的语言。好，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表演很传神。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贪是你会觉得我一定要，哇，这个不要不行。但是对于观念的扩展来说，我们会认为啊，再平常不过，再平常不过，反而你不会去一直抓取。你不会去一直抓取，反而是不贪，因为你的信念扩大了，你反而不会去贪求。你越不贪求的时候，你越容易获得。啊，平常啦，10亿算什么？对，就是这样。各位刚刚已经把这个方式传授给大家，这个方式里面有一些问题，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要移到10亿，而不是单纯的接受那个5亿为平常，这样就好了？这个问题就是在钟摆效应的摆荡，我们要去把它移动到最完美的位置。当我把它移动到10亿是一个平常的时候，那么我的极限在哪里？可能就是20亿。10亿变成了我钟摆的轴心了，变成我钟摆轴心所在的那个点是10亿，很平常。但是我现在得到了5亿，那代表什么？我的极限是20亿，现在我是5亿，代表我是钟摆另一边的低点，所以我现在是在钟摆的低点。各位有没有听清楚？我把轴心移到了10亿。然后我现在获得了5亿，然后我现在是钟摆的低点，所以我再摆荡回去的时候，我就会获得更多。各位有没有清楚？我把我的低点移到了我现在获得的位置，这个就是秘密的所在。钟摆效应，它只是会两边摆荡，至于这一边到底是什么，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低点。这一边是什么？是我们人生能接受最高的一个极限，中间就是我们认为再平常不过的一个点。所以这样各位就会非常清楚，当我把点移到10亿是一个平常的点的时候，我就把轴心移到10亿了。所以我现在获得的5亿只不过是人生的低点而已，所以不会摆荡到少于5亿的这个地方。所以你接受了10亿是很平常的，那5亿就只不过是就这样而已，连平常都没有达到。这样子你的低点就会在这个5亿的地方。刚刚讲到贪跟让观念开阔，对，我觉得让观念开阔反而才不会贪呢。没有错啊。对啊，真的，的确就是这样子。当你观念开阔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就很平常吗？对啊。年终抽奖，我没有抽到大奖，也没关系啊，就很平常，一切都很平常，所有事情都很平常。我看到那个大奖，哇，大奖可能哇，公司今年的大奖10万块奖金，就放在那里。但是我会觉得说，就10万而已啊，并不是什么非要不可的东西，我就自然不会去哇。这个我一定要哇！我拼死拼活，然后偷偷作弊啊，打败了我的对手，然后偷偷趁他去上厕所的时候，把他的那一张单子换掉包，然后我中了。就你不会去做这种事，因为你觉得很平常。对啊，中了可能会开心，但是没中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也不会为了那个10万块去作弊。就像假设说1亿多不多？对一般人来说很多，可能如果把这个1亿，然后交给一个人保管，然后说，你千万不能花这笔钱哦，你要好好保管哦。那时间到了，我再找你，这样跟你拿这笔钱，这样要好好保管哦。那可能，如果一般人会想说，哇，1亿很多我可以拿了这些钱，然后就直接跑到国外去，然后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不用为钱担忧了，等等等等等。虽然可能很没有道德，但是这样他的人生从此就会哇，整个翻转的1亿很多，可以做很多事情哇，那可能很多人的那个人性就
就跑出来，就跑出来了。人性就即使是一个好像很善良也没有做过坏事的人，但是当一亿摆在他眼前，哇，那就已经达到他的那个极限了。对，没错，就动摇了，动摇，碰到了他的内心的极限，就动摇了，就有点哇，可能很多人会就是带着那个1亿就跑走吧，应该是会这样。但是呢，如果是观念很开阔的，就是他可能觉得就1亿啊。对啊，就1亿啊，就是保管一下，我也不会对这个1亿怎么样。对，如果是10亿的话才会。10亿的，对啊，应该还是会有，就是就算达到他的极限，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对啊，对啊，因为他知道极限是可以移动的，他就不会做这种事情。就算不知道，应该还是就是真的不会把这笔钱带走，就是很正直，是不是？人在钱面前就可以看出他真正的面目。是说看出他的格局吗？看出他真正的格局，真正的格局啊，大还小？大还小，刚刚讲到这个宣告完还没有结束，当你觉得你宣告完已经达到这个10亿是一个很平常的数字，你对这个数字你持续的去感受它，你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平常的数字的时候，接下来你要做一件事情，接下来你要做一个观想。这个观想就是我们把这个状态固定下来。我们宣告完之后，我们也觉得就是这样没有问题。那这个轨迹我们已经确认它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时候我要把它做一个动作，把它确定下来。就有点像用个胶水把这个粘住一样，就把它粘在那个位置，就对到这个位置都觉得没问题了，那我就把它粘住，粘死在那里。那怎么粘死呢？这个要做一个观想。各位就把这个事件，不管它是什么事件，是中乐透的事件，还是得到遗产的事件，你就把这个事件放在你的眼前，想象那个轴心，观想出一个钟摆来，然后把那个钟摆的轴心有一个像圈圈一样的东西，你就给它写上10亿，就用你的文字把它写上10亿，10亿，然后你就把钟摆摆到极限的位置，你就写20亿。20亿，你就把它固定在这样，然后做完这个观想，就这样就很简单，就这样就结束了。早晚各做一次这样的观想，连做7天就完成了，你就把这个固定下来了，就把它粘死了。所以这个数字，当然各位会想说，越多越好，那我是不是干脆一次来写个1兆或者很多这样？但是一定会有人这样，但是各位千万不要贪心，因为我们的极限调整一次它是会有一次的作用。当你获得了5亿，然后你把这个调整到10亿，你的轴心调整到10亿，你的极限调整到20亿，这已经是完成了一次提升。我们一步一步提升上去就好。你很快，我相信你会有机会获得10亿的，因为那个10亿对你来说是一个平常的点。在生活里面，我们的人生轨迹很容易去得到我们认为很平常的这个点。这一次是碰到5亿，所以你已经调整到10亿。那下次你很平常的去获得了10亿的时候，你再来调整这个钟摆，你再把钟摆的轴心移到20亿去，那极限可能就是40亿之类的，你再去调整，就照这个方式整个流程去调整。你不要一次很贪心说，哇，来个10兆，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的潜意识根本就不相信。我们做这些事情，宣告啊等等，要让你的潜意识去相信就是这样。你不要让你自己都打死你自己都不相信，然后你在那里讲半天，打死都不相信。所以这个要按部就班来，就是这样。这集我们一直在那边议来议去的，会不会已经达到很多人的极限了？我们不是讲几百万、几千万，我们是讲亿。对，没错，因为我们用亿来做一个代表，是扩大大家的一个心理的极限。当然，你每一个人要去审视自己的极限，觉得1000万就很多的时候，你先宣告1000万，把那1000万当成轴心，觉得再平常不过1000万，然后慢慢往上提升，就是这样，不要一次给它提升到最多。你觉得我的格局有多少钱？你的格局应该是
你应该是跟钱没关系，跟钱没关系，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衣服买光，这个是你的格局。要这样，把地球上所有的衣服买光，就所有漂亮的衣服都给它买光。有哪有这么夸张？你看，你认为夸张，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极限。这是我的极限。对，你碰到了极限，你觉得太夸张。所有真的太多了，我一个人要怎么穿得完？也没那么多地方放。对，也没那么多地方。这是开玩笑的。对啊，这就是我的极限。那你呢？你的格局有多少钱？格局有多少钱？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真假的？有人问你？问我类似说，你觉得你一辈子会赚多少钱之类的。当时我只是随口回复一下，就是回应说，1兆啊。然后对方就傻眼了，他就是觉得，这个人怪怪的。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在我的人生里面，我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所以多或少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平常的状态。这个就是平常心，就是10万啊，很好，很平常；100万啊，很好，很平常；1000万啊，很好，很平常。就以这样的心态在过生活，我就觉得很舒服，很顺畅。就是10万来，我也觉得也不错啊；100万来，也不错。但是就是平常心去看待，然后但是它是一件感觉舒服的事情，就是这样。那你这样不就都没有惊喜了吗？你少了惊喜感。惊喜就是因为少了惊喜感，才不会有钟摆效应。真假的？真的，我们人生的欢喜那种喜悦，是保持在一种喜悦的心态，而不是惊喜然后突然爆冲的一种开心。这种惊喜反而会给你人生带来一个负面的摆荡，就是这样。所以人生不要太惊喜，你可以开心喜悦，但是不要太过于惊喜，那会达到一个极限。太惊喜就会变成惊吓。对，没错。但是像我感觉我每天都超开心、超惊喜的。那是喜悦，不是惊喜。惊喜是前面那个惊是一个吓到的意思啊，我知道了。我喜悦的轴心是这样，哇，好棒，哇，太开心了。你的喜悦也太夸张了一点。这就是我的轴心啊。我的轴心就已经这么太棒了。也可以这样说吧？可以啊，当然可以。所以是这样。所以如果大家看乔乔，哇，好开心哦，好惊喜哦，那其实是乔乔的轴心而已。那每个人对轴心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对啊。那这样很好奇，我的极限是什么？我的极限可能然后就可能就撞到东西。有可能，这就是极限，就撞到东西。所以是说，如果情绪上有开心、有惊喜，就一定是到极限吗？极限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才会到极限，就是你觉得它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你没有觉得那个是不可能发生的就不会。是信念上，而不是情绪。不是情绪。不是轴心就一定是很平静很平常啊，还好啦。对，你轴心也可能是这样，yes， yes，也可能是这样子，就 yes， 但是你不会去哇发了，我疯狂了，是太夸张了，哇，不会，你不会这样，你只就是一种 yes。我感觉我会这样耶。你应该是表达的方式啊，而不是真正疯掉的那种。我是可能外表上看似疯掉，然后很开心，但是其实我的信念是觉得很平常。对，没错。在觉得很平常的前提下，然后我去展现我的肢体。对，这些不用你说了，观众也知道。你即使在很平常的状态下，也是这样。对，大家都知道，大家已经习惯，也都已经了解了。这部影片它是一个活的，所以各位看这个影片，你看到的是我们在教你移动钟摆
那移动钟摆的时候，同时是移动你的格局，所以这个你自己如何去操作，每一个人可以去灵活的运用。知道了这些方式之后，你自己去操纵你自己的格局，把你的格局做移动，这个就是给你带来最大的礼物。那看完这集影片呢，是不是觉得哇？对呀，哇，人生竟然是可以调整的。哇，有哇，那是不是达到极限了？我觉得很平常，很平常。那么，如果你想要让全世界所有人们，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保有一颗平常心，让格局更大，信念更开阔，就请大家用一颗平常心，将这部影片分享出去给全世界吧。顺便按个赞，按个赞，按个赞，按个赞才会被推荐。很平常的按个赞，很平常的按个赞。那么，如果大家对钟摆移动大法还有什么疑问，大家都可以踊跃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我们都有可能拍成影片回答大家。可能会再拍个钟摆移动大法的第2集之类的，或是 Q&A。哇，全世界都很平常心耶，太棒了！全世界都处之泰然，平常而喜悦。那么这集我们就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